1000金币的发育路玩射手，然后呢，那可太爽了。对啊，我直接第一个出all in嘛，或者是像那种比较偏中后期的一些英雄，可以在前期拿到比较大的优势。是我们这场表演赛的话，也是在5v5的王者峡谷地图啊，但昨天呢是2条边路是不出兵的，只有中路出兵跟野区，也就意味着野区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今天想要打得舒服，确实是比较考验北师跟最初在野区的一个发挥了，以及他们在中路啊基本上是一个大乱斗的情况。我觉得这种范围型法师啊，就范围 AOE 比较多的法师还是比较吃香的。是的，而今天的话呢，其实各位的位置也是已经分好了，这里也是可以给大家再说一下。像星梦队这边的话呢，宋天冉是走上路，北师打野，王毅走中路，然后杨冰雨走射手，然后许阳玉卓、杨姐是走辅助。然后星河队这边的话是段奕璇走的是上路，成都一商会的最初打野，百星鱼的话是走中路，然后周诗雨是走的发育路，然后张鑫辅助。对的，这样的一个配置。我其实之前有关注到几位姐姐们的就是自媒体账号，然后呢有一个点，周诗雨曾经在直播当中有说到过自己的本命英雄是鲁班7号，所以他今天选鲁班7号的概率还挺高的。对的，我觉得非常能出。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buff 是什么。他的 buff 是冷却缩减加40%，直接上来就满冷却缩减了。这样对于鲁班7号来讲也不错。是的，而能看一下就是在我们星梦队这边的 buff 是什么。然后刚刚看到许阳玉卓他的初始 buff 是初始等级就有8级。昨天我看到了，昨天我也解说一场盲盒表演赛，当时看到了游子卫他选到这个 buff 使用的英雄是东皇太一，上来就8级。对，而且2级大招其实还是比较难打的。然后在杨碧一这边的话，初始金币5000块钱，就相当于说2件半的一个大装。对，昨天有看到是2个all in对打，这个 buff 对于 all in 的加持也是非常大的。不知道他们今天的游走位会选什么，因为他们平时确实是游走位玩了很多嘛，但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喜欢一些比较萌的英雄，像蔡文姬啊、瑶呀，或者是孙膑这种。但他刚刚是采访说了，有一个词儿频繁的出现，什么？牛魔。这是一种反差感。就像刚才有说要玩程咬金的，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信啊？就感觉像烟雾弹。虽然是每次我们在就是官方比赛职业赛场上面的时候，经常能听到选手说我下次要拿什么什么打野，我下次要玩辅助打野怎么样的，这种都是烟雾弹，先迷惑一下对手，为队伍争夺一点先机。然后其实这2天的话呢，我们也知道 SNH48 的成员们其实来到了我们线下，也是第10届王者荣耀的一个线下赛场，也是玩得非常开心的。像昨天的话，看到他们也是有一个签售的一个活动，然后呢，也有很多成员们也曾经 cos 过我们王者荣耀的一些角色，像 cos 过香香啊、大乔啊，就都非常好看，非常的还原。是的。他们的到来也确实是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和观众啊，在围观着这场备受期待的盲盒表演赛。而且我们赛制的话，除了刚刚说到的盲盒赛以外，我们是 BOE 一局定胜负。对，他们获胜的条件呢，其实是推掉水晶，跟平时我们打游戏是一样的，只是说在机制上啊，他们有一些随机性的 buff， 这使得了他们之间的这个实力差距得到了进一步的缩进。是的，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在短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去跟自己的 buff 进行一个融合。然后毕竟我们2边还是有2位职业选手在带队教练登场，来看一下能不能够及时给他们做出一些战术上的调整。因为我们昨天已经经历过1天的一些盲盒表演赛了，大家或多或少对于这个赛制是有一定的这个熟悉程度在的。是的，而昨天的话呢，其实我也是回顾了一下各位成员们的一些直播的回放，然后看到他们也在说，最近在为了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呈现更好的一个明星表演赛，在进行一个特训。因为有听他们聊嘛，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怎么玩了。他们偶尔也会有一些内部赛，但是最近的话确实是一个紧急特训，为了这场表演赛也是花了蛮多的功夫啊，希望他们能够把他们特训的一个成果给大家做一个完美的展示。是的，而且像刚才也说到了程咬金这个英雄，这里就要提到一点了，程咬金上路不仅可以走上路，还可以走哪？可以走中路。是，因为现在中间的兵线都是大家互相瓜分的。对，中路这把的战斗应该就是定在中路跟野区了。对，
因为毕竟两位队长职业选手们的话都是走到一个打野位置的。其实我大致看了一下他们10个人随机选到的 buff， 我觉得杨冰怡他这里选到的非常好，就是初始金币5000。对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buff 了。是的，那么双方阵容选定完毕，一起来观察一下、分析一下两边阵容吧。首先是两位职业队长的话呢，马超打野队长蓝打野。两个都是刷子英雄啊。是的，而我们成员们呢，首先周诗雨这边是使用到了后羿，没有用到他的鲁班7号，而杨冰怡的话呢是选择到了艾琳带狂暴。然后在游子位这个位置，一边是瑶，一边是桑启。桑启倒是没有想到，瑶倒是我们有预见性啊。但是在对抗路啊，程咬金对战廉颇。那刚刚那个程咬金竟然不是迷雾弹，是真的要玩程咬金。真的很真诚。那进入比赛，期待一下双方这一局星梦队、星河队的一个对决吧。进入比赛，蓝色方星梦队，红色方星河队。哎，这个开局早用早 CD， 开局让对面一个大招。对的。然后看一下整体的一个部署啊，分路上面的话呢，桑启这边出现的位置有一点特殊。桑启的话，他这边偏是一个职业化的开局啊，开局直接帮对抗路。这几个赛季特别爱玩的一个打法，看能不能够在对抗路出边路的节奏。但是呢，下路后羿就遭罪了呀。1打2，但是周诗雨这边后羿的话，前期对线还是可以的。抗压嘛。对的。其实后羿在我们赛场上的一个定位也是一个工具社啊。我们来看一下，初始5000金币买了什么装备？主要是把法强给堆满了。回响加上帽子，他这把走的是一个法爆流的艾琳。爆炸输出。那如果从对线上面而言的话，桑启加后羿的一个对线其实是要比艾琳加瑶会更好对一点，但是前期的话，这个位置后羿直接被击杀掉了。因为下路是一个1打2嘛，然后辅助过来之后，等于说是一波葫芦娃救爷爷啊，两个人没有凑到一起。不是，这两个人的经济加在一起都不超1500，然后对面的话呢，将近6000块钱的一个经济，这确实前期太难兑现了。这也是我们前面有聊到的，杨冰怡他拿到这个随机 buff 非常好，他的运气是真的好，5000金币的加持，让他们在下路已经完全打出了优势。是的，然后他上路依旧是一个2v2的一个对碰。北师跟最初的一个碰面，但是线权是给到了星梦队，下路再一次的一个阵亡，周诗雨这个大招空了，频频开节奏啊，对打不过的呀，对面竞争太高了。是的，而且打得很凶啊，把人堵在了防御塔底下。杨冰怡已经完成了一个掌控比赛的一个射手了，绝对的大 C 位。他现在手握3个人头。他也很明白，就是艾琳这个英雄，我在有前期经济优势的一个情况下，我下路只要能打出节奏，那其实后期就没有太大问题了。是他现在在这个阶段滚雪球的能力是非常强的，下路差不多已经打通了，所以最初现在的选择是来到下路帮忙。这剑还中了，有没有机会推回来，推到队友底下之后收下艾琳的人头？是的，最终是最初终结掉了杨冰怡。果然职业选手的一个赛场嗅觉还是比较敏感的，因为只要是不帮下路得帮一波。对于周诗雨和张欣来讲就玩不了了呀。是的，而且只要下路这个一卡一旦被推掉的情况下，就相当于说解放了对面的社会2人组。主要还是周诗雨这一剑很准，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手。而且现在目前为止3分钟左右的一个对抗，基本上聚焦在发育路，而其他分路上面刚刚看到了一下中路的一个对碰，基本上以手线平稳为主，很和平啊。两边的中路是准备一直打 solo。看待会儿中路能不能产生一个单杀啊？下路艾琳直接开启一套技能加大招，先把桑启给带走。主要是一个装备差，有点过于难受。你看现在桑启只有1600的经济，但艾琳已经来到了7500，这是一个很难拉近的差距，可以再击杀一个，又一波双杀到手。虽然说很可惜，诗雨的话呢，这个大招打中了，但是呢，因为离得太近，控制时间太短，而且没伤害。下半图其实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就是直接放线了，然后让打野去带。
其实对于最初来讲，这个局很难破，因为现在相当于杨冰怡是一个完全绝对的经济压制。对的，他只要第一时间不分秒，他的伤害是没有人能顶得住的。而且这个经济差将持续非常久的一个时间。看这个大招打中了，但是瑶直接落地之后，利用甄姬的这个大招刷了一个被动。这样甄姬在中路倒了，看下路北师1小1打2，怎么说？不太敢操作了，怕被反杀。是的，而且对面的话，就是程咬金和蓝刚才视野是 miss 掉的。那这样对于星梦队来讲，优势非常大，看他们下一步怎么说啊？看这波最初对王毅动手了，但是王毅想要一波反杀，能不能杀掉呢？差一点点。是的，而且王毅这个反应是真的非常快，2一套连招把最初给劝退了。看来出门的时候放个大招确实是让对面一个大招啊。来看一下北师去追杀最初了，直接把最初压出了野区。他刚才那套安琪拉的连招真的非常丝滑，手速很快。看上路支援4包1，程咬金是有大招的，应该是死不掉啊。围剿战术，哇，这个艾琳的伤害太高了。杨冰一现在已经是一个游击战了，就下路打通了之后，直接转到了上半图。我觉得他的一个意识是非常好的。他现在就走到哪儿见人就打，他一套技能是谁都能秒。而且2条分路目前都是拿到了优势的，现在双方的人头已经来到了8-1的一个差距。领先了7个头，而且经济上面领先的有点多啊，将近8000块钱7000块钱。又来，但是这波艾琳吃了控，不过廉颇是一波从野区绕进来开了波团，而且瑶这波也很极限，直接落地之后接住了周诗雨的一个大招，然后刷出了备用，再回到梁天头上。最初一摇过去，先把安琪拉给终结掉，同时把经济非常高的艾琳也给击杀，一波2连控。同时控到了3个人呢，中射的一个阵亡，其实给到了星河队很大一口喘息的空间。这波打完，最初的经济算是除了艾琳以外最高的经济了。那如果星河队想要把目前这个劣势局面扳回来，只能看最初这里大家都发育，能不能找一个很好的进场时机。大概在5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右边红色方已经是把兵线放给了最初，想要提速他的一个经济增长。上路想要3包1，但是侧面北师蹲伏了一下，北师好稳，不上，没什么机会，而且不知道蓝的一个位置。新的一片野区刷新，6分多钟，看一下哪一方有先动龙的决定吧。星空队集火中路，这个大招打中了，但是是个廉颇。队友也不在，这样想把中一塔给推了，顺便把甄姬给收了，看有没有机会啊？差一下，最终是马超一个落地枪收掉，但北师这里很难受，赶紧往回拉。他最初想要救场，进场收割的时机找得比较好，对面的血量都不太好，廉颇的一个阵亡，2连击破给到最初。最初这个打法是挺刁钻的，就先击杀星梦队这里经济最高的杨冰怡。对，先把艾琳给杀了，那剩下的人其实伤害量就没有那么高。对，他现在已经是7300。全场2号位置，最初已经针对杨冰怡了，一定要去切，把对面的这个大核心给切掉之后，剩下的4个人再去跟队伍里面的4打5。是的，他现在是代号蓝，目标杨冰怡的艾琳。只有一个任务切死。所以说后面的话呢，在队友方面也是要稍微的考虑一下 C 位这边的，就是射手位置这边的一个空间。哎，野区又遭遇了，怎么说？但这波不敢上，位置有点过于深了。这是一个偶遇啊，可以偷一个对面的红。哎，要遭遇安琪拉了，看一下最初怎么说。这个位置得走，对面5个人都往下路靠。如果留在那里的话，现在如果最初阵亡的话，其实局面会有点难受。他目前的这个经济是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把这个团战给打赢的。对，只要他进场时机得当。像前面2波其实都是找到了对面大团的一个时机在进场，大招也是控的比较好。而目前为止，其实，在星河队这边的话呢，像刚才说到了段奕璇的话，这个程咬金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把边路给带通。但是他碰到的是个廉颇，廉颇的话也不怕他。看
象慢慢等发育，在红色方这边可以直接拖过对面的一个经济优势区，把这个经济逐渐扳平，因为对面前期太过于强势了。目前来看，两边开始稳下来了，对，没有什么团战的摩擦了，而且在总经济上的话，星河队凭借着前面几个团战打赢，已经拉得越来越近了。是的，可以看到艾琳这里从初始拥有5000块的经济到现在11000，然后但是对面的蓝已经9000了，慢慢追上。差2000块钱。哎，之前的话呢，队内的总经济差7000，现在也是越来越近。现在就是北师玩的这手马超啊，他没有办法对艾琳进行保护，所以挺难受的。他只能说去跟最初缠斗，让最初没有办法进场，这样对于艾琳来讲就好打。而最初的 buff 也是移动速度加20%，物理攻击加成加50%。就这个移动速度加成，我觉得对于蓝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支援非常快。但北师拿的 buff 是一个减冷却的 buff。直接就满 CD 了，所以北师的鞋子选择做到的是不加鞋。上路想留人，控到了段奕璇想留，但是队友在后面给一下输出，段奕璇要直接交了出来，而且也有能接应他的人。出击！这样到了10分钟，不知道两边对于这个大龙有没有什么想法？而且都是32打32。10分钟，远古生物刷新之后，看一下哪边会先动龙。我其实觉得在星梦队这边，因为他们前期一直有优势，可以率先去动龙，逼迫对面在这个时候跟他们出来打架。开始抱团了，而且局势逐渐焦灼。程咬金那边路率先露头，把兵线给打好，但正面张鑫阵亡，王一的一个关键开团。然后这边两边职业选手打起来了，这样北师是被最初越塔给强杀击杀了。当然最初这里的状态不是很好，不过来得及走吗？他是能走的，卡了一个视野盲区，对面应该找不到他。在找草丛探出来之后，发现没找到，算了，先清兵线。就是北师这把的作用就是牵制最初只要打不了正面团，那对于杨冰怡的这个艾琳来讲就是非常厉害的。但正面这个艾琳伤害非常爆炸，打出了幸运的一个闪现，但是感觉想追，蓝在这里直接拆火。那最初的话进行一个掩护，保护这个真机撤退。但有一说一，星河队的牵制真的做得很好。对抗路的话，段奕璇这边一直在给压力，而正面蓝可以直接动龙。看这波能不能跑啊？艾琳伤害很高，被5个人追啊，大招太慢了一些，这样被追击致死。哎，对面控制也比较多，星染的连破留人技能也很多。哎，星染这一局做了一个行招之剑，2个辅助装，而且行招也能留人。其实够了，刚才那波他已经吸引到了星梦队好几个人的注意力，导致了星河队直接把下边的暗影爆击。然后经济差的话呢是定格在2000。这波艾琳直接开启大招动手，将对面的射手后羿给秒了。杨冰怡现在打的是非常的洒脱，开团型射手，而后面的话北师也在给到了压力，把人堵在了2塔防御塔底下，然后把星宇这个位置有点难走。真机也没了，但是看一下最初的蓝一个人只推了4个，先把安琪拉给秒了，艾琳也倒，先把双 C 给解决了。就是打野，两边的打野其实都很 C。而蓝这边还能全身而退，2换3。没办法，这个蓝他们很难盯，因为整个阵容上他们的点控比较少。而且如果是北师的这个马超是限制不住这个蓝，他没有控制，他只能跟他打，他没有办法把最初完全限制。看一下最初要不要操作啊？有机会啊，可以先收一个。很有想法。他不收瑶就冲着北师去，我就要杀你了，我的好队友。同一个位置，北师阵亡2次，也是熟悉的画面，但是这一次最初走不掉了，而星染直接收下。太拉了，小脸色。但两边的职业选手都阵亡了，看一下后续。而双方的话呢，目前是一个16-9的一个人头差。13分钟了，其实目前为止双方爆发了很多波的一个团战的一个摩擦。而刚才那一波杨冰怡她的一个进场切 C 型射手，开团型射手，10-4-3了已经，非常豪华的一个战绩啊。对。那他们现在想要赢下这局的话，就必须要先把最初的这个蓝给解决了。
就要想办法让人去盯防一下这个蓝，要不然这个蓝可以在团战当中为所欲为，非常高的伤害，再加上他抽到了一个随机 buff， 有一个物理攻击加成50%，这是比我们平时见到的蓝神装的蓝伤害要更高。他现在破军已经出来了，一个人再把这个爱主宰给拿掉。就没有那场在说是因为那场是来了。从前期的一个劣势，慢慢的星河队这边已经是把局面给扳了回来，两边兵线全部带出去，然后龙兵野区资源也被慢慢的掌控了，似乎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和平的发育期。就我能感受到我们的队员们其实现在还是比较紧张焦灼的，在等一个破局点。看精灵。看这条暗影暴君刷了，两边要不要争一下？放中的话就是要打团了，还有一个暗影之境的一个加成。而且如果中路两条龙一条大龙可以牵制一下对面，看一下最初下一条这个暴君要不要直接 rush 掉，看一下这个大招打中了安琪拉，但是瑶直接看了一个干扰劝退了对面。安琪拉紧急交出闪现保住了命。周周这一局后羿的一个大招命中率非常高，这差一点点伤害就能完成击杀。对，那看上路半段一旋被包了，直接被艾琳的伤害给带走了。但是在阵亡之前成功带掉了上路的二塔，就是单带流程极限互换。而且就很像我们在街上上面的4-1打法，就边带通天边路。最初又在悄咪咪干大事儿。再把这个龙给 rush 掉，就现在目前为止16分钟，所有的龙资源都是被星河队给拿下来了。这把最初已经化身成为一个真正的打野，直打野，野区霸主又回到了当年还在打野位置上面的感觉了。就这两天最初在我们的互动舞台明星表演赛上面都是打的打野位置。来看一下这波艾莲出上去，又是盯着后羿，先把后羿给秒了，还想追一下甄姬，丝血追不上了，因为甄姬反手给了个空。对面的留人技能有一点多，身穿复活甲的蓝怎么说？但是有霸体，回头再一个大招，先稍微碰了一下，然后队友在后面给了一个接应。不过蓝的伤害有一点过高，安琪拉阵亡。我能感受到现在超神装的一个蓝的一个压制性。是的，他只要略微出手，对面就有点扛不住。伤害太高了，像刚才能看到他一下平 A 能打掉安琪拉将近1/3的血量。但是慢慢的17分钟，能看到大家已经在逐渐做最后一件6神装了。对啊，而且那个干扰给的装备成型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星梦队这边是比较吃亏的，因为发育路这边初始金币5000的一个优势已经被逐渐拉平。感觉这把应该是冲着20分钟去的，应该会在20分钟风暴龙王一波团战定胜负了。目前双方都太过于谨慎了，井水不犯河水，打得很稳。这盲盒赛其实平均的一个时长不是特别长，可能10几分钟左右就能结束了。这个经济面板，但是这一局的话呢，两边实力非常相近。最初又开始干老本行了，不过这一波正面连波胜利开团了，然后北师的马超冲进去，想要先把后羿给抓了，而正面的艾琳也把甄姬给带走了。这一波星梦队的配合做得非常的好，正面松信冉的一个控制加牵制，让北师有一个非常好的输出环境。这波最初出手了，先把安琪拉给解决了，自己是一个外省状态被追杀了。复活甲站起来，被4人压起身，应该要倒了，换了个名刀，有点扛不住，最终倒了。明刀跟复活甲都碎了。不过他刚刚把暗影主宰给拿了之后，放出了暗影之境。对于星梦队来讲，即便说这一波近乎是把星河队团灭了，但也没有办法做到一波把水晶给推掉，没有兵线。剩下张鑫的桑启，没有兵线。所以这把感觉还是能拖到20分钟。我感觉在结果落定之前，目前要判断谁是绝对的优势方真的很困难。打得有来有回，你来我往。但是被廉颇的霸体技能给顶掉了。
仙人对于连播的一个熟练度还是比较高的，他很多次的大体都能够规避掉对面的控制。还有像刚才那一波，他的一个先手开团，现在复活甲穿在了身上。哎呦，下的这个塔守不住了，最后一下 直接被主宰先锋推掉了一座高地。那这样对于星梦队来讲很难受啊！待会儿要刷风暴龙王，但下路对面是超级兵。对，远边线的话是比较劣势的，风暴龙王刷在了上半图，所以他们带线压力有点大。这波要动手了，终于要出手了。但这波他应该不能1打4的。对，现在星梦队长爆团，慢慢已经被发现了，要上吗？算了。而北师侧面也是给到了压力，这波指挥做得很好。决战开始，20分钟，两方的话呢，现在防御塔剩的也不太多了。看这一剑，哦，没中，很可惜。但方向是大差不差，北师的话是做了一个预判，往右绕了一下，很高，直接先把真机打残。这个闪电应该是没取消掉，想开。他已经身穿了复活甲，要冲锋陷阵了。而下路段奕筌把兵线带好了之后，直接闪现往回撤，北师也没法再追，这个兵线很重要，得带好。今天程咬金唯一的任务就是把双边带通，对抗路已经带完了，发育路再带一带，能够给到对面很大的一个兵线压力。好的，星梦队发现了对手在开。他这个龙1万的一个血量到底是谁的？抢，最终是被安琪拉王毅给抢到了风暴龙王，顺便把最初也就是星河队的最高战力给击杀。那这样有着一波优势之后，中路是有兵线可以顺势尝试一波了。这一波段奕筌是想接一下队友的，但是对面5个人抱他打，扛了将近10秒钟左右的一个时间，也非常不容易了。可以终结比赛了。看一下真机，他这波大招过后还是有兵线，打出了瑶的一个被动。最后一大招也过了，那正面怎么说？3打5，往里顶，没有大招，先把桑奇给带走，连波再加个大招往前顶。瑶给了一个干扰，不过艾琳状态太差了，要回去要找个地方吸一下血的。那这一波扛下来了，再给个大招，打到了，但是有瑶在身上。越来越焦灼了，真的是鏖战至了22分钟。现在风暴龙王的 buff 大概还有20多秒钟的一个时间就结束了，星河队想要平稳的去度过这一段时间，而且兵线都处理完了。星队要不要利用这最后一波的风暴先锋去进攻一下星河队的高地防御塔？看一下他们现在的站位是往上半图靠，北师先露头给到了压力之后，打了一套段奕筌的状态，而奕筌也很稳，没有把自己的大招交出来。这波很难找到会，看一下最初往回找，找到了蓝动手，但是一个人扛不住，5个人直接被打出了复活，原地要被压起身，最初要再打，还差一下，北师成功击杀掉了最初，这样北师也算是报仇了。报了前面被最初越塔击杀之仇。但刚才那一波王毅安琪拉2技能给的非常快，控制到了最初。是的，哎，这波北师越到高地位置又把真机给带走了，自己是一个残血的状态，还能撤，正面队友过来了，有机会击杀。诗雨是想追近的把北师的复活甲给打出来，但是有队友帮他进行了一个拆火，中路高地再一破，双高全破，兵线压力有一点大。程咬金用身体挡住兵线，不过正面后羿跟艾琳对点，后羿获胜了，继续输出，后羿输出非常高的。3打4上路，中路有兵线，兵线进入到水晶范围之内，能不能守住？这波先击杀桑奇，人数还有优势，不过最初复活了，有没有机会守住呢？这里没有人能点水晶啊，兵线被拦住了。那这样最初复活之后，应该是能守住的，还能追杀。不过上路有超级兵，他需要立刻把超级兵给清掉。
这一波压力有一点大，而且超级兵攻速非常快。好，出兵线了，那好牛啊！就一波不掉了。而且你看这一波手夹一旋跟最初两个人的协同非常好，一旋手中，然后最初去处理进入到水晶的一个兵线。这样趁着星梦队打野阵亡了这20多秒的时间，可以去 rush 第星河二个，队是有想法的。而且这个龙王来得及抢吗？应该是来不及了。看这个速度来不及了。对，那第二条风暴龙王是给到了星河队，等等，下路超级兵，出兵线了。那星冉空了一下，哎，这个超级兵差一点一心想上分把星梦队的水晶给锤爆。而且从兵线压力上，其实星河队毕竟压力更大一点，他2路超级兵已经接近25分钟的超级兵了。其实这是对于星河队来讲最好的翻盘的机会，就是利用这条风暴龙王的 buff 去和对手打波团，或者尽可能的去把这个防御塔多推一点，给到对面兵线压力。因为最初这里的复活甲次数已经用完了，所以他不能上去开先手了。他还是选择上去把廉颇推回来，廉颇这里要被打出复活。波音再给到了一个控制，复活站起来，但是队友能接，瑶给了一个大招，把队友接回来。廉颇还要选择大上去，残血赶紧往回拉。4个人一起包着廉颇撤退，能看到现在周周现在大招已经是8次命中，力无虚发。不过开了一个防守干扰，暂时推不了塔，防守干扰已经过了，可以点这个防御塔了。后羿剑精准命中了北师的马超，最初立刻冲上去打了一套伤害，但是有点打不过。不过正面也打起来了，看一下有着 buff 优势的星河队明显是团战有优势，不管其他一套技能打得非常满。后羿也在疯狂的输出，先点掉了一个廉颇，后羿自己最终被安琪拉了一个2级的火球给灼烧致死。不过3条龙兵吸进水晶，应该是清不掉兵线，龙兵可以插一下普攻。大家要恭喜星河队逆风翻盘，牛啊牛！鏖战了20多分钟，拿下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